Hello， 大家好，今天是6月3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利空不断，指数却震荡上扬，日内再次 V 型反转，散户大举压住，股神总是服软交易模型。不过在区间震荡中，领涨个股出现了分化，特斯拉、英伟达走弱，而博通、Meta 却扛起大旗，比特币也出现止跌现象。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186期的视频。阿哲呢，依旧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盘前观点。第一部分，我们依旧来到纳指的市场观察。阿哲会讲到有关纳指、标普、美股2大指数，它们的小级别30分钟107天均线目前怎么去看。而第二点会讲到日内的撑压，阿哲会讲到纳指今天日内盘中的支撑和压力具体是哪些点位，目前的多空之间短线怎么去看。而在指数分析之后的个股环节当中，阿哲同样也会用日内撑压红绿灯指标告诉大家他们的支撑和压力位在本周周二具体是哪些点位。有关个股，我们会讲到特斯拉、英伟达、半导体指数、阿斯麦、博通、苹果、Meta、MSTR、PLTR、谷歌、微软、亚马逊、台积电、SMCI 等以上个股标的。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之前所讲到的部分内容，而后再讲到今天的全新的解析。在上周的视频当中，阿哲有讲到目前的美股出现了一个关头的阴线，那么这根关头阴线呢，它的最高价就是开盘价，当天一开盘就是空头作为主导，而后持续的一个下跌。那么后续的一个市场呢，我们要以关头阴线的低点作为一个支撑，在关头阴线低点被收盘跌破之前呢，空方在这里是有一个优势的，但是优势不大，所以在这个区间之内的空头一般仓位是不高的，1到2成仓相对极限，除非在后续有一根阴线能够跌破这个关头阴的低点，那么开始呢可以上到3到4成的空方的仓位。也就是说，在这个关头阴的区间之内呢，空方有优势，但优势还不大。唯有跌破关头阴的低点，我们才会认为空方明确是要往下去运行，而且打开空间。那么对于多头来讲，在目前的区域当中，最好的结局是一个震荡。所以股价呢，在关头阴区间内运作，不管是涨是跌，多头方面在减仓之后，尽可能呢不要提前的去买进，除非你做的是日内的低吸高抛。除此之外，我们除非是有一根阳线能够强势的突破左边阴线关头阴的高点，那么才能够去加仓。也是呢，前期可能踏空的同学，在这一根阳线出现之后，您可以去积极的买进，这是一个再次启动，后续还有上升空间，至少要往前靠去走的一个信号。所以目前的多空来到了一个盘整震荡的区间，而昨天的这根止跌上涨阳线是在关头阴低点有支撑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反弹，而目前是一个震荡下沿往震荡上沿运行的反弹过程。在有效突破关头阴之前呢，在此区间之内，多头不占太多优势，不要随便的去加仓买入，去赌它能够提前突破。这就是阿哲在上期视频当中所讲到的观点。当然，有一类同学可能您的成本是比较低的，走到现在您可能只需要减1次仓位就行了，后续再突破，您把之前减仓的买回来也是可以的。而如果后续出现跌破，您就再次的把您之前的获利再次的减仓1次即可。对于不同的投资者，那么以上的观点应该对您都有所帮助。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一部分，纳指、标普107天均线在30分钟之内如何去分析。目前你所看到的上方是纳指，下方是标普，它们都是30分钟的图表。在图表当中有一根均线，这根均线呢是阿哲经常所讲到的171天普通的 MA。而你会发现最近的这一波强势的反弹，是不是从前期的170往下走，到后续出现170附近强势的突破站稳，突破站稳，而后纳指和标普走出了一个170向上30分钟的牛市的结构。但你会发现一点，就是之前呢也出现过一些30分钟的调整，但是他们的调整基本不触及到170天均线，也就是说它不会去危及到这个30分钟的牛市结构。但最近有所不同，在近期2周的震荡当中，出现了对于170均线跌破的试探。第一次跌破，不管是标普还是纳指都没有效的去跌破，而现在呢，在昨天又出现了一次往下刺破170。所以之前的170没有被有效跌破，甚至碰都没碰到，而现在开始去跌破，开始去尝试有效跌破，所以股价走到这里，我们作为多头的投资者，您在这个位置在突破关头阴高点之前呢，就相对要小心。
刚才的图表放在一起可能看得不是很明显，所以阿哲呢把纳斯达克指数30分钟单独拎出来，那么你只要看懂了30分钟170的运行，那么对于后续的走势应该也明白。大家注意了，什么叫做170天均线被有效的跌破？如果您是新同学，可能还不知道。那么这里呢，阿哲简单讲一讲。对于170的有效跌破，首先必须要是收盘价开始跌破才行。也就是说，前面这里收盘价都没跌破，所以它呢这一波调整并没有危及到这个牛市的结构，它是有效支撑，而走出了再一次的新高。而在本次关头阴后的这种下跌，是不是跟之前比就有点不一样了？它开始收盘跌破了。那么收盘跌破就是有效吗？也还没有。我们要看的是收盘跌破2根 K 线以上，开始去判定。一般来讲，如果跌破1根，第二天立马收回，这不是一个有效的跌破。我们看到第1根跌破的是这一天，第2根30分钟跌破的是这一天，所以2根30分钟都跌破了170，开始确认有效。怎么确认？把这2根 K 线里面低点偏低的和高点偏低的画一个区间，这个区间如果后续再次的被跌破，说明170开始初步判定跌破有效。而如果你发现170的2号 K 线跌破之后有反弹有支撑，说明这一波的下跌还不能够确定有效的跌破。所以当前呢，纳斯达克指数虽然开始走震荡，开始跌破170，但当下还没有出现有效的跌破。在昨天的直播当中，我们也有讲到股价得要怎么去做，是不是往下跌破上周周五的低点？那么我们认为这里是有效跌破170，开始30分钟由牛市转为熊市的结构，170也将很容易往下拐头。而目前170呢还往上走，所以当前在关头阴之下，空方占优，但是多方还是有一定的力量。我们除非后续看到这一个2号 K 线低点被有效跌破，170往下走，走出这种现象，我们才能够明确空方的加仓点到了，空方已经领先多头，确实很大的优势，到时候将会加大做空的力度。而在此之前，我们要去防范股价对于上方关头阴线的有效突破，一旦有效突破，那么空方要止损，立马由空转多去做多即可。这是对于30分钟纳指的分析，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以上就是对于170天均线 MA 对于标普和纳指的分析，而我们这一次所讲到就是30分钟的解析，在日线上目前变化不大，所以主要关注的是30分钟170的运动变化。希望以上的观点能够对于做多做空的朋友都能够有所帮助。如果您是老同学，收听阿哲视频听到这里，那么不要忘记为阿哲的视频照常点上您宝贵的爱心。点一个小星星之后，如果您的时间比较充裕，那么阿哲也希望您能够在阿哲底下的评论区留下您一句宝贵评论，感谢老同学的日常支持。如果您是新同学，首次来到阿哲频道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也希望您能够在学习有所收获的同时，可以点击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在点击之后，你会显示已订阅，那么就说明您是阿哲讲究频道的粉丝订阅观众了。在成为订阅观众之后，点开所有铃铛，那么未来阿哲的帖子、阿哲的直播和公开的视频，只要一经发布，您就会第一时间第一个收到阿哲的通知。感谢您的订阅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下一部分，关于今天周二日内的撑压，纳斯达克指数今天要关注哪些支撑和压力位呢？关于这个日内撑压，阿哲是每天盘前都会去更新和发布。只要您是今天刚刚订阅阿哲的同学，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您都可以收到阿哲图板当中左侧这一条Telegram的信息。阿哲是每天美股开盘之前都会去发布，都会去更新其中的关键点位。目前我们所看到就是6月2号，阿哲在香港时间4点51分下午所发布的美股盘前解析短信。阿哲这里呢，也其实有强调到，多头要关注30分钟上周五的低点，以及日线170的支撑，还有后续标普能否去突破新高，打破顶背离。这3个条件就是我们多头去关注的。你如果保持做多，依旧看涨美股市场，那么这3个条件最好前面2个支撑都守得住，而后标普能够新高，那么您可以继续安心的看多。同时，多头所关注的支撑位，比如说30分钟上周五的低点和日线170的支撑，它也是空头注意的点位。当多头所关注的支撑确实能够产生止跌时，那么我们的空头只要注意了，你要去止盈离场，或者说有所兑现利润。反之，如果多头的支撑没有出现什么效果，上周的低点能够被跌破，日线的170 MA 也能被跌破，那么就说明这每一次的跌破有效支撑都是空方的加仓点。以上呢，昨天的观点也是刚才阿哲前面所讲的内容，基本上大差不差。
所以如果您是订阅观众，在每天盘前所看到这条信息呢，会比阿哲的行情视频一般来讲会更加及时和提前。而我们看到下方的这个点位的预测，阿哲一般在盘前会讲到纳指、特斯拉和英伟达他们的日内的技术点位预测。通过这个点位预测，我们可以得到某一些观点。那么这种点位怎么去用呢？你可以最简单的是日内把它作为支撑和压力去看，而后阿哲平时所喜欢看待的就是类似于右侧的纳指的日线图表。阿哲会对支撑压力位做一个收盘后的统计。比如说，如果今天的收盘价突破了阿哲盘前所给到的压力区间日内的压力，那么它就会出现一个绿灯 K 线。绿灯 K 线则说明短线多头占优。而如果收盘价是跌破了阿哲给到的日内支撑的，就会出现红色 K 线。那么红色 K 线、红灯 K 线就说明这里空方短线占优。那么保持这个观点，我们就知道了，当出现连续的红灯时，每一次的绿灯之后都快速能够转红灯时，那么这种下跌一般是短线的空方占据绝对的主导优势，一般是下跌趋势才会有的现象，而且很多时候是下跌加速的情况下。而如果你发现股价出现了绿灯，而后是长时间保持绿灯，在出现红灯之后也能够后续继续转为绿灯，这种就是一个上升的短线趋势在持续在繁衍的过程。而对于红绿灯的使用，我们一般呢可以用绿灯作为买进，用红灯呢作为离场或减仓，具体的根据趋势来看。像之前这里出现了绿灯，而这里出现红灯，你就可以做一次有关股价上涨到停止的一波交易。当价格再次出现绿灯时，我们也一样绿灯看涨，而到红灯时呢，了结本次的交易。所以通过这个红绿灯转换，你可以把握到这一波上涨以及这一轮上涨，只要您去跟踪，只要您去坚持执行即可。而我们上期视频有讲过，这一个绿灯重新的产生以及这一个红灯的出现，是不是你所能把握的行情就是这4根 K 线？那么你会发现一个特征，就是红绿灯转换多空之间的博弈当中，多方从一开始持续保持优势，能够有比较长的时间，到第二次出现了1周，是吧？一开始呢有2周的优势，这里呢是1周的优势。而到了第3次，它就只有3根 K 线能够在绿灯的范围之内，后续又转红灯。所以每一次的红灯和绿灯的转换，它慢慢的在变短，它的动能在变弱。每一次多头夺回了优势之后，空方的反攻的速度是不是在变快？所以这种情况下，意味着现在又出现了一个买点。什么买点？就是红灯转绿灯的买点。绿灯继续的看涨，我们等待下一根红灯结束本次的交易。当我们有了前期的一个预料，是不是每一次的红绿灯转换在缩短？那么理论来讲，这一次的绿灯 K 线产生之后的上涨，正常没有多头再次的补给的情况下，这里应该比之前更弱。之前能够保持3天在绿灯的范围之内，那么现在有可能是不到3天。昨天这根绿灯是第1天，那也就是说，可能今天或者说后天就容易反向。而如果明天、后天没有出现红灯 K 线，那么则说明它的多方重新比之前要变强。所以现在我们要关注一下，今天如何会出现红灯 K 线。我们看到今天的关键价位，第一个看它的高点的压力是19381.37，如果今天的收盘价能够突破这个压力，说明它依旧是一个绿灯。而价格今天的收盘价如果跌破19113.96，那么将是一根红灯 K 线。那么就说明短线多空之间确实在一步一步的在不断走弱，这是要小心的一点。而目前的这根绿灯 K 线是在关头阴的震荡区间当中去产生，那么它的买入信号可以作为小仓位的试错买入，但是阿哲觉得这里呢肯定不是一个能够安心重仓去买的买点。而我们结合关头阴线的判定，那么和这个红绿灯的判定，只要股价在今天和明天不要出现红灯 K 线，那是不是它就比前期这波上涨至少不比它差？如果能够保持绿灯 K 线，那么则说明前期多方在走弱的现象在扭转，多方再次走强。那么是不是结合关头阴线的突破，我们可以在这里去安心的加大仓位的做多？所以这也是我们去做多做空一个关注的方向，它的红绿灯会不会快速的反向？如果你想要每天都知道关键的一个点位是否会出现红灯和绿灯的同学，那么您如果刚才是订阅了阿哲，还不知道怎么去领取到每天盘前的短信的，那么这里阿哲教一下大家。首先您必须得要是点了订阅，而后您看一下阿哲底下的视频评论区，
那么点开评论区之后，您除了可以留下评论，您同样可以看到置顶的评论，是阿哲所留下的一句评论。这个评论当中呢，有一个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是一个 Telegram 的链接，您点击那一个链接就可以找到助教老师。而假如您觉得打开评论区比较麻烦，影响您观看视频，你也可以看一下视频界面的右上角。如果您是在 PC 端，在电脑上观看，在您的视频的右上角应该有一个感叹号的标记，点击那个感叹号也可以快速找到助教老师。而如果您是订阅观众，找到助教老师之后呢，您可以发送一个领取盘前解析的口令，那么就是盘前2个文字。在发送之后，助教老师收到了就知道您是需要盘前解析的。那么后续呢，他会告诉您如何能够每天盘前去领取得到这一条文字版的盘前解析了。那么阿哲呢，设立这一个盘前解析作为粉丝订阅福利，它的目的不在于说您跟着阿哲的信息去交易去买卖。阿哲更加希望的是，您可以在学了阿哲的知识点之后，根据盘前解析，能够更好的去掌握这些知识，包括红绿灯的一些使用和转换。这对于您来讲应该是有所帮助的，但是它的帮助可能在学习上不会说特别大。所以如果您是真的对于技术分析感兴趣，想要好好的把技术分析学会学好的同学，阿哲特意也准备了一些其他的福利。我们接下来看到有关粉丝同学您所能够领取到的所有粉丝福利。刚才所讲到是盘前解析和点位预测，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专门所设立的粉丝交流群组，在这个群组当中，您可以提问关于技术分析的任何疑问。当然了，这个粉丝群组不是所有同学都能够加入的。阿哲刚才讲了一个前提，您必须真的热爱技术分析，真的有时间花在这方面去学习。如果您没有时间，那么这个群组您是加入不了的。那么阿哲怎么知道您是符合条件的同学？其实很简单，您只要能够看一节我们的内部直播课程，在每月、每周、每天，我们都会有内部的直播课程为大家去进行一个讲解。您只要有时间参加一节我们的内部直播课程，而后完成一次我们课中老师所布置的作业，您再交给助教老师批改，只要批改合格，他就会邀请您进入到我们的粉丝学小组了。那么它也说明您确实真正的是认真对待学习和技术分析的。那么我们属于同道中人，以后我们就可以时常交流和学习。希望每位同学都能够通过这种简单的考试，加入到粉丝学小组。顺带着，阿哲也告诉大家，在接下来本月我们的一个学习安排。目前你所看到是我们在6月3号开始所举办的一个内部课程的课表，叫无惧分化龙头进行时。目前的美股市场出现了资金的变化，现在呢还保持多头的看涨的这种情绪，而后个股却发生了走弱以及转换的现象。是不是特斯拉已经开始不如之前那么强势，而博通 Meta 却重新走出强势突破？那么这种分化过程当中，怎么去找到更好的机会，是在本月我们月初要去讲解的一个内容。如果您对这个主题和这些内容感兴趣，那么您也可以跟朱老师报名参与我们的内部课程。每一节课程都会有老师专门的去准备内容，以及每一节课程都会有课后的作业来帮助您更好的掌握知识点。在找到朱老师之后，您除了发送盘前，也可以顺便发送一个报名。那么在后续每天早上香港时间10点，他就会给您发送听课链接。你也可以根据您当地的时间来去调整听课的一个时间。每一节课程除了有现场直播，同样也有直播回放，应该对于每一位同学，不管在任何时区，应该都能够听得到。以上我们对于指数的分析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现在我们来到个股解析环节。第一只个股我们会讲到特斯拉的空间图表。我们先看到特斯拉的图表，特斯拉呢还是在前期的适量反弹高点处受到了一个压制，冲高回落，没有收盘突破 367.34， 而后最近产生了3天的惯性下跌，基本上呢是属于单边下跌，下跌力度比很多个股都要来的强势。这也是阿哲在上期视频所讲到的，特斯拉出现了一个强势的顶分型之后呢，要有所去小心的对待，因为这种强势顶分型一般不太容易在强势股当中去出现。您可以看一下英伟达、博通、Meta 等等个股，其实他们的调整都没有出现过强顶分，而特斯拉在本次的强势上涨当中，强顶分型也就这一次出现了。前期上一次出现是什么时候？是不是在这里出现，也形成了一个调整行情？所以这一波行情出现强势顶分型，你就要知道了，它的下跌力度是有点不一样的。
那么这种强顶分型结合左侧的强压力区形成的调整，那么就不要随便的去抄底了。我们这里呢要关注一下，当分型产生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分型的节奏线，在左右两边1和3号 K 线的地方，我们选取偏高的那个价格，可以作为后续如果股价能够产生反弹时所要关注的能否去突破的地方。因为强顶分型产生的时候，这个压力位是直接被跌破了，那么这一个支撑位是直接被跌破了，那么跌破的支撑，股价将会产生压力，所以这里要么是延续下跌，如果有反弹，也要注意了，这左边这根 K 线它的低点将是一个压力区。而当你发现如果特斯拉继续往下走，那么就看下一个支撑170日均线的支撑，而如果往上反弹力度究竟如何，你要关注分型线是否能被站上，如果连分型线都不能站上，那么这个反弹之后其实还是得往下走，就说明资金呢在相对的流出之后并没有去大举的再次流进，这种抄底行为可能是散户所发起的，所以它的力度不足以去再次突破分型线。所以当前对于日线级别的分析，阿哲认为您可以考虑的方面就是在突破367.34之前呢，不要随便的去再加仓做多特斯拉，除非它没有突破，但却在170相对的低位产生了支撑，那个时候呢可以去做支撑上的止跌反弹。如果你手中的特斯拉成本是比较高的，那么这里呢阿哲建议的是离场观望会比较好，不用去博弈它会去突破，因为等到它突破的时候您再去买会更加安全一点。否则的话，如果您的成本较高，它往170去调，你以170为支撑，那如果170它不止跌不撑住，那你怎么办？你不就被套住了吗？所以成本较高的同学就没有必要在这里去等170的支撑，或者说等367.34的突破，您观望后续突破买进更好。成本较低的同学，您就关注一下367.34能不能破，如果不能破，那么我们可以先减仓。而成本如果较高的同学，您其实在之前受到压力时就可以作为减仓点了。那么你的下一个减仓点，其实也就是这个缺口再次被明显阴线收破的时候，可以做减仓。后续去看一下170能不能止跌，如果170不能止跌，再次跌破，那是不是再作为减仓的手段？那么后续您手中的现金在跌破170是否有效的这种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能够去作为加仓的用筹码？这也是阿哲认为，哪怕您的成本比较低，您有优势，很多时候您也没有必要去一直持有，做一做简单的，去找到一些关键的支撑压力位，你简单的做一些高抛低吸，那么你会把你的成本优势扩大的更广，后续哪怕真的有升幅调整，您也是无惧的。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一个图表，我们来看到特斯拉的30分钟170日均线的一个表现。它呢，为什么说最近比指数走的弱呢？因为纳斯达克指数目前是处于跌破170之后重新站回到170，但是特斯拉呢，它当下是没有站回到170。你会看到，这是第一天的跌破，这是第二天跌破，前期也是没有碰过170，最近开始跌破170。那么两根 K 线的2号 K 线的位置是不是有支撑、有反弹？但反弹力度是比较弱的，因为它没有重新能够站回到170之上，没有站回到2号 K 线之上。所以现在2号 K 线的高点是有压力的，而特斯拉当前还在这个震荡的区间之内，它要选择去突破，亦或者是跌破。如果选择是往下跌破，那是不是要往日线的170去走了？但截至目前为止，指数是选择了修复了跌破，而特斯拉是还没有，还在170之下，所以特斯拉目前属于走弱的标的。一旦特斯拉后续选择跌破2号 K 线的低点，那么这种走弱将会延续，会扩散，将会有进一步的资金离场的现象。以上就是特斯拉的空间图表解析。接下来我们看到短线资金和动能上。现在我们看到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在日线图表上，我们看到它底下呢已经来到了龙头引力的波段高点处，出现了红柱。那么我们再看到上期视频所讲到的一个下穿 K 线。下穿 K 线呢，它就属于一种变盘低点的一个信号，跟前期这里一样，下穿之后呢，容易产生低点，而后产生上涨。但这个前提是下穿 K 线之后要产生明显的上涨，就是突破，或者说不要去跌破它的低点。但你会发现的是，在这一根下穿 K 线之后，它的低点是被收盘跌破了，而没有产生明确的上涨。所以当前的特斯拉呢，在出现收盘价把这样的一根下穿 K 线的高点突破之前，这个地方我们认为它不管是上涨还是直接下跌，它的一个方向都是以向下为主。
除非有明显的一个上涨 K 线能够把这样的一根变盘 K 线的高点给突破，否则的话，在这里不管如何，我们认为风险为主。那么多头不要盲目的在这里再随便的加仓，这是通过我们的下方 BBD 的资金可以看得出来的一点。那么我们再看到红绿灯，当前是不是在绿灯后产生了红灯？那么红灯 K 线以后是没有灯的，就说明它还处于红灯的一个范围。在这里不出现绿灯之前，我们依旧认为它处于红灯的下跌的方向，空方依旧占据优势。我们看一下今天是否会产生绿灯，关注今天的高点是345.355，以及今天的低点是330.665，关注这两个价格。如果今天的特斯拉收盘能够突破345.355，至少说明它是一个绿灯 K 线，红灯到绿灯，那么说明这里有机会产生新的上涨，但具体能涨多高，我们还是要看到这根 K 线能不能被突破，否则这个绿灯也只是反弹而已。而假如是无灯亦或者是红灯状态，都说明空方目前依旧是有优势，我们暂时还是不能够转灯。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只标的是英伟达，目前我们所看到是英伟达的日线图表空间层面上，我们有说过这个 135.01 呢是之前的大阴线的高点，而最近出现了明确的向上的波动，所以这个突破呢可以暂定是有效的。那么压力突破则转为支撑，在最近的回落当中在此出现了止跌反弹，那么这是一个相对正常的事件。但我们上期视频也讲过，这里哪怕有反弹也要注意不要随便的去买入交易。昨天的纳指是出现了一个反包 K 线，而像特斯拉是一个依旧的下跌，像英伟达呢，它没有反包，它是一个运线。那么这种表现就说明它和特斯拉一样，属于比指数开始有所走弱的表现。所以在此之前，我们怎么去判断运线后的方向呢？曾经是不是讲过，运线后的方向看运线当中的大 K 线，当股价收阴跌破运线的大 K 线低点时，说明这个高点就再次的成立，后续股价往上去。那么后续股价方向就是向下。那么假如运线之后选择能够是上破运线大 K 线的高点，那么方向则往上，继续往上去看，看到下一个压力是 143.95， 之前没能突破，那么看一下上破之后是否能够突破，这里面的空间其实不是很大，所以英伟达包括特斯拉目前再去做多，它的一个性价比，它的一个效率可能会偏低一些。我们也可以再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上，在动能 K 线上，你会看到最近出现了红绿灯的连续转换。这种连续转换，我们曾经讲过，它是一种变盘的信号，也就是说，在多空之间，短线出现了连续的变化。那么这样的话，变盘的方向在哪里？变盘的方向在下一根 K 线，下根 K 线最好不要是红灯和绿灯，下根 K 线普通的上涨或普通的下跌就行。出现了上涨 K 线，则这个变盘方向我们向上看；如果出现下跌 K 线，则变盘方向大概率往下去看，除非在变盘之后再次出现反向的灯。我们再看到底下的 K 线，之前这里出现下穿，下穿之后是不是低点变盘？目前回落又再次出现下穿，下穿是不是又出现一个小低点？那么这个低点是否能够像之前那样产生上涨？关键就是变盘 K 线刚好和运线叠在一起了，因为它的高点是不是也是运线大 K 线的高点？所以这根 K 线的高点如果能被突破，则意味着低点变盘再次成立，那么后续这里继续的能够看涨。反之，低点变盘的可能性，它如果收盘跌破了它，就说明它不是低点变盘，它是一个延续下跌，它只是在中途出现了一个反弹，而不是低点，那么后续就依旧保持看跌。接下来我们也讲一下有关今天的预测高低点是否会出现红灯绿灯呢？今天的低点支撑是 136.39， 高点的压力是 139.11， 关注这两个价格。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半导体指数，目前所看到是半导体指数的日线图，在图表上有一个170天 MA， 目前的半导体指数是不是还是保持跟之前一样的态势？虽然说最近的美股出现了强势的反弹，但是对于半导体指数来讲，它没有像美股指数那样有机会产生反转，因为它的170还是往下走的。在强势反弹之后，它和前期是一样的，是不是出现了一天突破、2天突破？但是这个点位呢，没有出现有效的账上突破，是不是突破第一天、突破第二天，这里还是没有出现有效的账上？
最近呢还是一样的，突破第一天、突破第二天还是没有去有效站上，170依旧往下走。只要是170往下走，股价在170之下，那么这个地方越靠近170，我们说越是一个熊市高点的区间，越容易产生做空的机会。那么阿哲目前依旧保持这个观点，当前的日线半导体指数它处于一个熊市反弹高点，除非后续能够产生对170的初次判定突破有效，在此之前股价的上涨我们以找做空机会为主。下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30分钟170的图表，你会发现半导体指数和纳指和标普它的170是不太一样的。纳指和标普目前的30分钟170是还在往上运行，还没有有效跌破的确认，而你会发现半导体指数已经170开始往下走。之前呢，股价出现170跌破时，跌破第一天，跌破第二天，是不是这个位置还能够产生反弹突破，重新站上？所以这里是没有问题的。但从前面开始，跌破的第一天，跌破的第二天，这根 K 线产生了压力，而后往下来了一个再次的大阴线下破，所以当前的股价走势，这个区间将会产生压力。结合170天均线 MA 的向下运行，所以往上靠则越是风险，不管是日线还是30分钟，都同样在由牛市转为熊市。在30分钟上，它呢就是由牛转熊的节点，在日线上还是保持熊市的格局。当前共振这里往下运行，我们认为它将会去再破新低，只要这里出现了这根阳线的下破就行。所以在半导体指数重新170被突破有效之前，那么半导体指数呢，尽可能的结合日线还是熊市格局来去操作，哪怕你要做多，不太建议往这一方面靠。接下来我们看到它的空间之后的资金和动能方面，现在我们看到它的日线图表下方呢，也是跟特斯拉一样的出现了一个红色柱，然后它也属于一个高位区间，在这个区间之上呢，出现了震荡的下跌。前面出现了绿灯，而后转为红灯，现在呢又出现了一个绿灯。因为绿灯之前呢为红灯，所以在动能上短线呢是可以构成看涨的，只是在趋势结构上是不太利于看涨，所以动能 K 线只代表短线信号，只是一个买点。如果这个买点产生的趋势不太对，那么我们一般也应该再去经过确认才能够买进。比如说它除了红灯之后，它是否也有其他重要的点位呢？我们可以看到底下的 BBD前期呢出现连续的下行，这一天是下穿之后，这根 K 线目前还没有被有效的突破，它是最近的临近的变盘点，这个变盘点呢还没有被有效跌破，也没有被有效突破，所以当前如果对于这个绿灯要不要买的问题，我们如果能够后续接上一根收盘价突破它的高点的 K 线，那会更好一点，那么这种买点可以顺势的去买进，因为一旦出现这种现象，其实也说明了如果出现这种 K 线突破左边的变盘点，其实也可以看出在30分钟的170大概率会再次的突破170天均线。所以关于这种绿灯买点，我们结合趋势考虑，最好等多一天，下一个交易日如果能突破这一根 K 线的高点，那么作为买点会更好。当然这里呢，它肯定不能够第二天立马转为红灯，那又太弱了，就说明30分钟170 MA 它已经顺势下跌，那么后续在30分钟也转为熊市，再结合日线的熊市，那是不是它应该是以做空方向为主？绿灯呢，也只是按反弹来看而已。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预测高低点，低点的支撑是206.16，高点的压力是210.70，关注这两个价格。以上就是对于特斯拉、英伟达和半导体指数的解析。接下来呢，我们会来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的个股会偏多一点，所以阿哲呢可能空间上不会讲太多，我们更多的是会讲到它的资金和动能，它的短线撑压方面。第一支标的我们看到阿斯麦，当前我们所看到是阿斯麦的日线图表。关于阿斯麦呢，阿哲之前的观点是它也是170在往下走，所以它呢跟半导体指数差不多，但是它好一点，因为它的股价是突破了170后，基本上是在170上运行，但它的2号 K 线目前也是没有被有效突破。突破的第一天和第二天是这两根 K 线，那么在这两根 K 线之后，股价是不是往下去跌破？这里产生是压力啊，所以不管如何，在这个区间之内所产生的绿灯，其实是一个压力结构当中的绿灯，它就不容易走出上涨行情。所以我们在用红绿灯的买卖点，包括你在用短线的交易点的时候，特别是 K 线的交易点的时候，你要关注一下整体结构是什么样的。如果结构是震荡的，
那么你出现的任何的用强势买点，比如说绿灯，它的效果可能都是一般般的，不如这种顺势行情当中所产生的买点。所以当前的170均线也是往下走，而出现绿灯的买点，是不是也是红灯和绿灯的买点？但它依旧在震荡的区间之内产生，所以这里呢只能看一个反弹，只能先看一个反弹。我们关注一下前期的下穿 K 线是这一根，这一天的高点目前也是没有被突破，低点呢还算是有支撑，但问题就是这个低点变盘它只是一个震荡的调整。那么这种下跌震荡是不是后续容易还是震荡之后选择下跌？除非这一个位置能够由这个绿灯产生强势的突破，那么这个位置才能够去认为它的绿灯后产生买点。跟半导体指数一样的震荡行情，我们要关注它后续的绿灯后的力度。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关于今天的红绿灯的变化。今天如果又转成红灯，那肯定是比较弱的，说明还在震荡。我们看到今天的低点支撑是321，是739.595，高点的压力是753.885，关注这两个价格。今天的收盘如果能突破753.885，那么可以初步的判定它这里走势将变得强势，因为前期的绿灯基本上没有出现两根的，这里出现了绿灯，而后就又红灯了。所以当前的走势如果能够有两根绿灯，那么脱离这个震荡的区间去突破2号 K 线的概率将会大大增加。以上就是关于阿斯麦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只标的是 AVGO 博通。昨天的博通在市场走出弱势时出来砍大旗，那么推动呢指数止跌而后上扬。它和 Meta 那么是昨天的功臣。现在我们看到博通的一个走势，它是不是保持红灯后转为绿灯？是不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上涨？这种上涨途中是没有产生红灯的，所以这一波走势比前面这一波强，所以它的一个多头就是在变强的，跟指数是不一样的。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有讲过，这种对170均线已经有效突破而后走牛的结构，如果你要去做空，一般不要去随便碰它。现在这一个绿灯呢，因为它不是处于震荡，它呢对于左侧突破，所以对于博通来讲，阿哲认为它昨天是属于一种顺势的买点，而前面这一根转为下穿的 K 线，或者说它转为红色的 K 线是被突破的，所以这个位置博通至少构成短线的买入点，在博通单独的个股上去分析，它是一个买点。我们就要关注一下它后续会不会转为红灯，如果转为红灯就要小心，因为这一个红灯后到现在没有红灯，下一个红灯将会终结本次的这种强势走势。所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行情，今天的低点要看到245.95，而高点的压力是252.76，关注这两个价格。如果今天就收盘跌破245.95，那么买点将会立马要产生止损。今天只要在245.95之上收盘，那么就说明依旧延续上涨。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苹果。苹果目前的走势不算很强，因为前面走出了一根高开低走的阴线之后，是不是市场后面的2天上涨都是根据这根阴线的反弹空间来看的？昨天虽然走出上涨，但其实还是在这个阴线的一半左右，所以它的走势不强的。从绿灯之后转为红灯，而后红灯后的2天反弹都没有绿灯，则说明它这一波行情走势呢还处于红灯的笼罩范围。看到前期的 BBD 这一天是下穿 K 线，这一天的低点被跌破之后反抽有压力，目前还是在这个低点附近，没有出现有效的止跌。它的高点是压力，所以这个区间之内呢，它最多就是震荡，除非能够走出这个区间，它才会走强。在这之前，这个位置的苹果还是属于多头弱势的，而它如果保持今天的上涨，在突破左边的高点之前，底下就上穿了，所以苹果当前的结构是不太利于直接走为多头行情，不太利于做多的，因为它很弱。反而是苹果如果再次出现一个红灯，那么容易构成下降商法的行情走势，这里将会是苹果的做空点。所以你要关注一下目前的苹果能不能维持反弹，如果维持反弹，下一个变盘点将会出现，到时候我们再说。如果不能维持反弹，那么如果往下跌就会构成下跌商法，那么就是一个做空点。我们顺便也看一下今天会不会转为绿灯，看一下今天的高点，高点的压力是202.92，突破它才会产生绿灯。低点的支撑呢是200.91，如果跌破它则是红灯，红灯再次出现，哪怕没有跌破它的低点，是不是也是一种反弹结束可以去加空的现象？以上是关于苹果的解析，下面我们再看到 Meta。
Meta 昨天的上涨应该是比较出意外的，它直接呢是比博通可能还要强一些，创了左边的新高，走了一个突破行情。纳指目前是没有有效突破左高的，而它突破了。但目前这种强势的突破呢，就会带来一种现象，它需要去验证它的突破是否有效，或者说是否强劲。你会看到的一点就是底下的资金 BBD 已经特别的临近这个零轴，它只要今天略微震荡、略微上涨，它只要不是大跌，那么今天这里就是必然的上创 K 线，也就是今天就要验证了 Meta 的强势。如果股价在这里出现小阳线，则会构成突破新高之后的三小顶以及变盘高点。所以今天的阳线只要比昨天小，就是风险。而如果今天收阴线或震荡呢，那么它的高点也是一个压力。所以股价走到这里 ，Meta 虽然是昨天我们扛把子的存在，但它的结构呢比起博通差一点点。这种突破能不能走出上涨，我们还有待考量。根据目前的指数环境，今天不太现实延续加速，所以今天大概率呢是一根小 K 线，而今天呢也会出现上穿，所以今天的 K 线是 Meta 的突破后的变盘 K 线。如果要出现假突破，则今天的 K 线低点会被跌破。通过 BVD 我们可以分析出来，今天是一个变盘点。而我们看到它的预测高低点，昨天是绿灯，是不是前面这里出现了一个红灯后转绿灯，而后持续震荡，没有红灯，在这一天延续绿灯，延续走强。那么后续我们要看到就是它这个绿灯能不能保持会不会出现红灯这是我们要去考虑的一个事情。今天的低点支撑是 657.581， 而高点的压力是 686.579， 关注这两个价格。我们看到下一只标的是 MSTR，MSTR 在连续的阴线下跌之后呢，出现了滞跌。上期视频我们说到这一根绿灯 K 线不作为买点，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根10日星。那么我们希望出现的绿灯买点，它应该是有实体 K 线的。所以在昨天虽然有一点上影线偏长了一点，但是实体是有的。所以这样的一根绿灯 K 线，它可以构成我们所想要的进场点。同时它是不是也把前面的阴线的是不是也给突破了？所以当下我们可以建立一笔交易。那么这笔交易呢，就是这一天为一个买入信号，而前面阴线最后一根红灯的低点作为防守位，高点呢作为进场点。价格可能在这里会震荡，但它只要不跌破左边这一根最后一根阴线的低点，我们这里可以看涨，或者说维持看涨。如果今天能够保持强势，那么则作为加仓。那么这是一笔短线的交易。那么方向呢，可以看到上方的缺口，而我们的方向就是它去补上方的缺口，或者是上方缺口作为本次短线反弹的一个压力区。根据这一个力度，我们再去考虑它能走到哪里。而我们看到前期的 K 线变盘点呢就偏远了一点，这一天是变盘点，而后被跌破，所以验证了它这个下跌还要延续，所以这个变盘点呢不是低点，它的高点也变成了一个压力。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股价连续的流出，它虽然没有上穿，但是这根 K 线是不是也要关注因为它是连续流出的流进，所以这根 K 线是有压力的。如果今天的收盘能够保持在这一根 K 线之上，就作为短线加仓点。而假如没有出现，还是有压力，那么这里呢，我们的仓位就不要随便的去加上。接下来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高低点，今天不要出现红灯就行。低点的支撑是 369.644， 收盘不要跌破它，就还是保持在绿灯的看涨范围。高点的压力是 381.055， 关注这两个价格。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 PLTR。PLTR 它最近刚刚出现了上台童子，前面呢虽然也有白色的块，但是风险不是很明显，现在又再次的出现了，是不是每次出现了相对的高点的风险之后，它需要释放一下释放之后呢，脱离风险才能够保持再次的上涨，而后又进入到风险区之后，它是又得要释放一下风险，然后才有再次上涨的动能，而现在又出现了一个风险，就是因为它前期的释放的力度、调整的力度是不够的，所以它上涨的空间呢就被相对的束缚了一下。目前有点出现这种上行的这种楔形的感觉，所以当下它这种局面很难去继续保持太久的，它已经越来越临近这种收缩的极限了。它要么就选择上破，要么选择下破。但正常来讲，上升的楔形选择下破的概率是比上破的概率是要大很多的，所以这一点要注意了。如果手中有持有 PLTR， 现在是要小心一点点的。它的下方是不是离我们的零轴是偏近了？今天只要再维持震荡，就上穿零轴，就是一个变盘点。
而结合昨天是一根10日线 K 线，本身就有变盘的意向。我们看到左边又是一个高点，这走了一个相对的流动性清炒，相对来讲不是一个有效的突破，是一个类似于2B 形态的雏形。如果今天收盘价阴线把这一根低点给跌破，只是确认突破是无效的，突破是失败的，那么方向性将又再次产生风险释放。所以当前的皮尔 TR 要小心突破的无效。我们再看到今天的动能 K 线，今天呢预测的低点支撑是 130.45， 高点的压力是 138.07， 关注这两个价格。今天如果继续是绿灯，那么突破将会构成有效；如果转为红灯，则小心它的一个回落风险。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只标的是谷歌，谷歌呢还是保持在170日均线之下，只是它的170呢还是有往上走的迹象，所以比半导体指数啊和阿斯麦等等好一些，但好的也有限。我们看到昨天这根 K 线是下穿 K 线，那么只要有下穿，你就看这种 K 线就行了。前面这里也是下穿，只要是下穿 K 线啊，当然有时候是大阴线，那么就看超跌反弹。像这里呢是临近下穿没下穿，但是不是也是临近低点？所以股价回调时和股价上涨时，关注过零轴和零轴附近的价格表现。如果在出现下穿时没有一个有效的大阴后的反弹力度，是不是往下破？那么就是再次的延续看跌。在往下走时，临近了零轴，只要有支撑有反包，这种位置是不是一个大阴之后大跌，然后低点确认反弹啊？反弹力度 OK， 过阴半走出上涨绿灯，那是不是看涨？现在呢现在又再次回落圈下穿啊，这是小 K 线，小 K 线就很好操作了，只要有一根阳线把它突破，就继续的看170往上的突破是否有效，那么它就是一个低点变盘的一个雏形。那么确认，我们如果出现了阴线把它给跌破，就说明这个位置是下跌的开始，而不是结束，那么它就会往下进行下跌，跟前期这里是一样的。那么当下出现哪种情况的概率更大呢？阿哲认为下破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因为下方这里它临近了一个风险区，只是还没有白色块而已，但是在波段来讲，它呢相对有所风险，而后又临近170，所以这里往下破，它是一个止跌低点的概率是偏小的，它是一个下跌的开始是偏大的。所以如果您想要做空，而之前没有把握到好的机会，那么是不是像谷歌这种个股，它就会比皮尔 TR、MSTR 等个股可能会好一些，因为它至少不属于强势股。而你在做空的时候，你要小心它会不会去收盘突破这一根下穿 K 线的高点，突破之前做空是有优势的，突破之后呢，空单就要跑了。下一只标的我们再看到微软，微软的走势就比较强劲，那么你要去做空肯定不找这种标的，除非你去博弈它的170的均值回归，但是这种比弱势股做空呢是会有一定风险的。股价呢在前期是一直保持流出的，包括目前也是的，资金呢处于相对的高位，那么波段也处于高位，下冲 K 线在这里它是没有被有效跌破，而股价呢也没有出现太强势的突破它。那么当下我们放大图表，目前走出了一个震荡的样式，而现在的震荡呢，它是不是还是处于这一个红灯之后的范围？那么在红灯之后没有产生绿灯，就说明这一波走势还是属于空方强势的，除非转为绿灯。所以当前的股价行情我们要看一下，今天的预测低点是459.43，跌破它才会产生红灯 K 线，那么突破464.65，那么就是一个绿灯。在再次转为绿灯之前，当下是不是还属于红灯的空方区间？所以不突破绿灯，那么这里对多方来讲也不是一个太好的机会。它呢就是一个高位的盘整，那么选择方向，如果保持红灯，那么方向是不是往下的概率更大一点？下一只标的我们看到亚马逊，亚马逊呢也是在170附近没有产生有效的突破，类似于阿斯麦的股价走势，但是它的170呢是有往上走的局势。突破的第一天和第二天产生了压力，而后这个压力呢却没有被突破，所以目前的170没有突破有效，没有突破有效的170将会产生压力，而后它也是属于反弹的高位区，所以只要不突破2号 K 线高点，那么亚马逊这种个股在此不管走得多强，它只要不突破，就说明它还是属于熊市的高位区间，在震荡等待方向选择。看到 BBD 资金前期的下冲 K 线是这一根，那这一根后呢是有支撑的，高点呢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突破回踩？所以这一个低点确实产生了低点，只是它的反应是震荡，而不是强势的一个上涨。
所以当前可以认为它是属于前期的这种压力范围之下回踩170产生了支撑，但是呢，目前的力度不足以去突破上方的一个压力。如果不能够强势的去突破站回，那么这里哪怕它低点变盘，它也还是难改，它只是一个反弹低点。接下来你要看一下，目前是一个红灯之后走上涨，所以它是变盘上涨。当前还是绿灯，所以短线做多呢，这里还是 OK 的，只是空间呢可能比较小，而后上方的压力比较近。你要注意，它这里不要出现红灯。如果红灯，那么是不是结合170的压力就会往下运行？看到今天的高点是在208.985，而低点呢是在204.665。关注这两个价格，如果跌破204.665，那么今天将会直接转空，因为昨天是绿灯，今天如果是红灯，结合170的跌破，那么这里就是一个转空点。下次标的我们看到台积电，台积电的走势对于170当前也不能说是很有效的突破，因为这一根 K 线是2号 K 线，2号 K 线之后呢，突破就跌落了，所以这个位置还不是很强势。但对于170的反应呢，比之前那几只个股要好一些。因为至少它没有跌破2号 K 线的低点，是不是比亚马逊相对强？因为它还没有转为压力，而还是属于有支撑的。它目前呢和英伟达一样，出现了绿灯、红灯、绿灯，这是不是一个股价的变盘信号？跟前面这里一样的，绿灯、红灯、绿灯，下一根 K 线如果是收跌的，是不是大概率要往下走？虽然不是100%，但是概率性是比较大的。阿志平时也会去参考。现在出现了绿灯、红灯、绿灯，又是3色转换，那么下一根 K 线如果是收阴或收跌，是不是方向会往下去变？如果是收阳、收涨，那么是不是方向会往上去变？当然，这种变盘 K 线最好不要是强势的红灯和绿灯，那么它会更加准确一点。我们看一下今天是收涨还是收跌，它的红绿灯的区间高点的压力是在196.482，低点的支撑呢是在193.517。如果今天的收盘价在这两者之间是最好的，而后看它是涨是跌即可。我们也可以再来看一下 BBD 的资金前期的下穿 K 线是这一天下穿之后有10日新出现了低点变盘向上去进行一个反弹，而这根 K 线的低点目前也没有被跌破，所以股价如果台积电要转空的话，它的一个明确点就是收盘跌破前方变盘 K 线的低点，那么这里就会选择向下了。在此之前呢，这个地方去博弈它会向上突破有效也不是不行，但是以此前方的10日新要作为一个防守位。最后我们看到 SMCI 最近的股价走势是2号 K 线突破的无效，而后170呢有点慢慢走平了。那么在2号 K 线被有效突破之前呢，底下所产生的买点我们都看为反弹点，那么压力就是这根 K 线的低点和它的高点。那么当前又出现了绿灯 K 线，那么它的上涨空间在哪呢？是不是前方这一根长下影线的低点就是它的一个反弹的一个空间？而这里如果遇压，就很容易再次的回落，哪怕是绿灯也不外无此，只是说明反弹开始而已。而如果能够去突破收盘站上，才能够继续往上看到2号 K 线的高点，一步一步的走，才能够一步一步的改变170熊市的格局，而现在还不是很明确的改变。所以哪怕有买点 SMCI 呢，仓位也不要放太多，目前是把握它的一个反弹。如果有这种想法，那么也可以去把握。当然如果呢它的压力依旧保持在这里的话，你可以转空去做空，那么可能会更加顺势一些。因为它的变盘 K 线是这一根 K 线，所以你可以把它的低点作为转空的一个标准，收阴线把它给跌破，是不是构成了下跌反弹再延续下跌的走势？170正常是撑不住的。所以 SMCI 呢，更好的机会可能是反弹之后再次的跌破，那么构成转空点去做空。而做多的同学要关注这一根 K 线的高低点压力。我们看到今天的红绿灯是否能够延续，或者说会转变呢？低点的支撑今天看到40.355，高点的压力看到42.085，关注这两个价格。以上就是6月3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美股虽然利空不断，但大家呢依旧保持有期待，所以目前呢方向选择震荡，等待明确消息面的反应。那么在此之前，大家的仓位尽可能不要在某一方压住太多，那么可以进行获利兑现，也可以呢留有现金保持观望，等待突破或跌破区间之后，去选择加仓做空或做多。希望以上内容能够对您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